明洪武3年，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爵位，邓禹位列其中，受封世袭为国公，是当时受封的6大国公之一。其实邓禹年仅33岁，但邓禹立下汗马功劳才挣回来的这个国公爵位，只传承了2代就被朱元璋废掉了。邓禹为什么能从诸多悍将中脱颖而出，受封国公爵位？这个爵位为何仅传承2代就被废除？邓禹能在洪武3年成为6大国公之一，死后还被封王，当然是依靠的战功，但又不仅仅只是凭借战功。邓禹反元的资历很老，最早跟随父亲邓顺兴参加反元起义。根据历史记载，邓顺兴是在元至正13年跟元军作战时战死，也就是说，邓禹参加反元起义最早也是在这一年。大约同一年，邓禹的兄长邓有龙病逝，父兄都故去，邓禹理所当然扛起父亲、兄长创立的这支义军大旗的重任，指挥麾下的近万大军，时年16岁。这一年，朱元璋才刚刚得到郭子兴的允许，回到家乡募兵。未来朱元璋麾下的淮西24将，大部分也都是这一年才入伍。朱元璋募了多少兵？不过700多人。如果以这一年为分界线的话，邓禹的实力远在朱元璋之上，虽然他是继承的父兄的遗产。元至正15年，18岁的邓禹率麾下1万多兵马投奔朱元璋。这次的投靠意义重大。郭子兴虽然死于这一年，但朱元璋始终只是郭子兴的部将。即使郭子兴死后，朱元璋所属义军名义上的领导人也还是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。郭子兴死后，朱元璋位居郭天旭和张天佑之下，名义上只是义军的第3号人物。朱元璋真正成为所属义军的一把手，要等到元至正16年，郭天旭战死之后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邓禹不去投奔朱元璋的上级郭子兴或郭天旭，而是直接来找朱元璋，这就是让朱元璋无比兴奋且感激的事了。并且朱元璋当时能指挥的兵马总共也就约3万多，邓禹一下带来了1万多，相当于带资入股，且这个股本相当雄厚。这1万多人活到明朝开国之后的肯定有不少，且多在军中担任中下级将领，这就是邓禹未来屹立军中的最大底气。邓禹凭此就是朱元璋麾下军队中最大的派系之一，所以邓禹在朱元璋军中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别说他是个战功赫赫的少年战神，就是没有战功，凭借这么多旧部，也足以被朱元璋封爵了。比如元至正17年，朱元璋派20岁的邓禹出征江南，就安排悍将胡大海给他当副手。胡大海当时的年纪40岁左右，长子和次子都已经从军，在军中资历不小，可他只能屈居于小年轻邓禹之下。由此可见邓禹在朱元璋军中的地位，他的股本太雄厚了。因此仅凭当初邓禹率部1万多人来投，让朱元璋实力暴涨，就意味着邓禹未来即使没有太大的战功，朱元璋也会厚待他。何况邓禹还很能打，战功也立下了不少，所以他在洪武3年时获封国公爵位理所当然。邓禹死得很早，明洪50年就病死了，年仅40岁。朱元璋听闻他的死讯后痛哭，并追封其为宁河王。邓禹死后，长子邓震于洪武13年继承了他的爵位，改封申国公。邓震少年英勇，颇有邓禹之风。更难得的是，邓震曾跟随邓禹驰骋疆场，还跟随过徐达北伐。然而邓家已到了烈火烹油、盛极而衰的时刻。洪武23年，韩国公李善长被查出涉及胡惟庸旧案。李善长乃明朝开国功臣，曾被朱元璋许诺可免死3次。可这一次，李善长全家共70余口皆被朱元璋处死。除此之外，李善长的旧部也被波及。洪武23年，朱元璋借已经过去10年的胡惟庸案，清洗了部分淮西功臣和军中将领，其中当初位列开国6大国公之一的李善长也被牵连进来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杀。李善长不但全家一起被杀，很多亲戚都被株连。邓震因其妻是李善长的外孙女，也被朱元璋杀掉并处决。邓禹并非只有邓震一个儿子，他一共有5个儿子，孙子更多。可朱元璋在杀掉邓震后，没有把邓禹挣回来的爵位再给出去，而是一劳永逸的给废掉了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其实也和邓家在军中的地位有关，而且邓震被杀也不仅仅只是因为妻子是李善长的外孙女。
邓玉有个女儿嫁给了朱元璋的次子秦王朱爽做次妃。朱爽的正妃是元朝名将王保保的妹妹观音奴，她也是金庸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中赵敏的原型。和小说中的赵敏不一样，观音奴只是个受尽夫家冷眼的悲情女子。朱爽不喜欢这个正妃，独宠次妃邓氏，因此朱爽跟邓家的关系一定是密切的。可以说，邓家是朱爽在朝中、军中最大的帮手。根据史书记载，朱爽不是个安分的亲王，劣迹斑斑不说，还曾把自己的床做成皇帝才配用的五爪龙床，让次妃邓氏穿着皇后才配穿的服饰。由此可见，朱爽对皇位是有非分之想的。洪武24年，朱元璋曾把朱爽召回京城看管，说不定就是担心这个儿子闹腾。如果朱爽要争夺皇位，谁是他最可以信赖的帮手？一定是邓玉的儿子们以及邓家在军中的势力。前面也讲过了，邓玉当初投奔朱元璋时是带着雄厚股本来的。至明朝建国时，邓玉的部下遍布军中，邓震继承邓玉的爵位的同时，也继承了邓玉的军中实力。邓家要想闹事，或者说配合朱爽闹事，可比胡惟庸、李善长方便，且更具威胁。朱元璋肯定不会看着朱爽闹腾，也舍不得杀儿子或者真的囚禁他，能做的就是剪除他的羽翼，让他没办法闹腾。因此，朱元璋借着李善长的外孙女是邓震的妻子，把他杀掉，还褫夺了邓家的爵位，降低邓家的地位及在军中的影响力，避免将来他们跟着朱爽争夺皇位。这其实跟朱元璋后来无罪赐死开国6国公之一的宋国公冯胜是差不多的原因。冯胜是朱元璋第5子周王朱萧的岳父，朱萧跟朱爽一样，也是个不安分的亲王。朱萧就曾在封藩之后多次秘密会见冯胜，至于他找冯胜谈什么事，十有八九是希望冯胜在朝中支持他。冯胜后来被朱元璋赐死，跟朱萧的不安分有很大关系。可以肯定的说，就是因为朱萧，冯胜才被赐死。由此再推断，邓玉的长子邓震被杀，即邓家的爵位止于邓震，或许就是朱元璋担心邓家将来给秦王朱爽助权而刻意打压。稍微让邓玉在天之灵能安慰一些的是，朱元璋在清除邓家地位和影响力时，没有更多的株连，只杀了邓震，邓玉其余的子孙都存活下来了。邓玉长子邓震被杀，邓家爵位被除，可邓震只是被株连，并非真的有罪。因此，明弘治年间，明孝宗追封功臣之后时，邓家又被想了起来。受邓玉之后，邓炳为南京锦衣卫士指挥使。再到嘉靖年间，明世宗封邓炳的儿子邓继坤定远侯，并给予世袭。邓家的这个定远侯爵位传了5代，至崇祯年间，末代定远侯叫邓文明。崇祯17年，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杀进京城。史书记载，定远侯邓文明，明和王玉11世孙，已成破训节。虽然明朝在一定程度上负了邓家，但邓家却为明朝尽忠到流干最后一滴血。今天在南京的明孝陵，我们还能看到邓玉的墓。